百岁老人基辛格曾提醒中国，有3个国家不要再帮助了，他们不值得你们这样做。而后来也证明了，我们的帮助不但没有换来感激，反而还被恩将仇报。那么究竟是哪3个国家，以至于基辛格都看不下去了呢？我国作为礼仪大国，一直是奉行互帮互助的外交政策。在疫情肆虐期间，菲律宾对我们发出求助，而在我们的防疫物资紧张的情况下，依然有着大国的担当，对菲律宾直接援助了100万剂疫苗以及其他救灾物资，帮助其渡过难关。到了今年6月，菲律宾的马荣火山喷发，导致附近居民出现大量伤亡。对此灾难，我们又毫不犹豫地直接捐献了2万吨的尿素肥料，以及价值50万的大米等物资，整体捐献价值总量高达3800万元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帮助了菲律宾修铁道、改善医疗和教育等，而菲律宾也在中国的帮助下，经济形势一片向好。可哪怕援助了那么多，菲律宾还是向我们倒打一耙，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和中国叫板。无论是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，还是现如今仍停在仁爱礁的菲律宾船只，菲律宾频频挑衅中国的南海主权，甚至还在我们的家门口大搞军事演习，完全不顾往日中国的恩情。菲律宾的行为的确让我们寒了心。然而，除它以外，还有2个国家是谁呢？马来西亚作为一个落后的小国家，其实也一直蒙受着中国的照顾。在去年12月，欧盟出台相关的商品限制条令之后，马来西亚的出口经济大受打击。就在这种危难时刻，还是作为老大哥的我们伸出了援手，与马来西亚签订了价值25亿美元的贸易协议，将这些滞销的商品全部收揽，才让马来西亚的经济起死回生。回顾历史，中国在东盟建交的第1个国家就是马来西亚，在那之后，双方达成了各种领域的经贸合作，包括林业以及矿业等等。在我们的帮助下，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逐渐转型稳定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马来西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中国的帮助，可他们却忘恩负义，先是在国内渲染排华氛围，打压华人的生活条件，将中国人当作2等公民，然后还胡言乱语。在今年新版的中国地图发布后，马来西亚拒不承认地图上的南海划线，甚至将弹丸礁等岛礁称作是自己的领土。要知道，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，而马来西亚的这种无耻行径与白眼狼如出一辙。而除了这2个国家以外，还有一个国家比起他们有过之无不及。越南这个国家可谓是多灾多难，在面临法国以及美国入侵时，只有中国伸出了唯一的援助之手，不仅给予资金援助，还有各种枪支、火炮、飞机等等。在技术方面，我们的大批军事顾问送去了越南，帮助指挥越南军队进行战斗，以及培养他们的军事人才。将近30年的援助，越南才打跑了入侵者。换句话说，越南实现民族独立离不开我们的帮助。但当越南稳定成长后，却将我们的恩情抛在了脑后，不仅窥誉起中国领土，还不断挑衅中国。直到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，解放军28天打到他们的首都前时，他们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激怒了一头沉睡的雄狮。虽然此后越南在边境地区不敢再做文章，但他们这3个国家忘恩负义的行为，与初中课文里的农夫与蛇又有何异？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